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，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，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灵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灵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眼睛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我的命就这么贱。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灵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灵。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穆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擅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二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机散，
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击伞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。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理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待多久啊？这冰天雪地的，我可过不惯。赤影自爆法剑尊者金丹，珠塔被撞出了裂缝，防护力减弱。科派既要守护混沌珠，这种时候怎么走得了啊？雍雪城已经派了1半弟子去守塔了。那这珠塔要多久才能修复好啊？珠塔法器虽会自行弥合，但怎么也要10天半个月吧？这么久？那谢城主也不想想办法？说起谢城主，我听说他抱那穆玄灵回屋也有3天3夜不曾离开。难不成雍雪城会多一个灵族之身的女主人？堂堂雍雪城城主，竟然被一个妖女迷得神魂颠倒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简直是颜面扫地。要扫也是扫他们雍雪城的面，人家谢雪晨都没有说什么，二位师姐在这儿操什么心啊？高师妹，我们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们一派在议论，其他门派也在议论。别派议论，我们净化宫难道就要跟着一起吗？高师妹，谢城主当年毕竟害了你父亲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难道我也杀了他报仇吗？可当年也是他救了我呀。若要说暗族附身，当日在运秀山庄，我也曾被战影附身。若是那日战影得逞了，我是不是也要偿命呀？啊，
我不是那意思。反正我们镜花宫不在背后嚼人舌根，二位师姐还是注意点吧。讲闲话讲饱了，不如给师妹我吃得了。连仇人都帮，活该家破人亡。你醒了？又要维持我的生机，又要处理公务，3日3夜不合眼，你就不怕累死啊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要多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啊！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。魔功散尽，为什么我还能活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命不该绝罢了。你不想告诉我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不简单。我曾经好像问过你，如果我愿意散尽魔功，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现在好像有答案了。怎么办呢？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，专断徇私的名你担了。不过我名声本来就很差，也不介意再差一点。但你就亏大了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赔了一身清白。不如你索性把我得了吧，好弥补点损失。身体才刚好转，嘴巴就不老实。那你就老实吗？法相寿命1000年，灵族寿命1000年。你判我囚禁雍雪城1000年，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想用余生护我？碰巧罢了。你会给我带锁灵环吗？不会。那你会给我下禁制吗？也不会。那你打算怎么求助我啊？你记忆好转，明日下山。你要赶我走？带你去看人间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穆玄灵，想不到你也会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时候。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虚夜说的果然不错，
请爱侮我啊！听弟子说，尊者近此多日，终于愿意告诉我，为何道心崩毁了。几年前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让我有心魔的人。谁？修仙阁主。魔是除不尽的，但尊者可有想过，世间万法为何只有你玄天门的道法才能够指引世人消弭心魔？可见天降大任于玄天门。若人人拜入玄天门中，以严咒照心见性，恢复本我，不再有私欲，不再受求不得之苦，那世间便没有爱憎，也自然没有心魔。你便真的醒了。我本想忘记这番话，可不知为何，我越想忘记，便越忘不掉。日夜轮转，春秋更替，他的这番话，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的耳畔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他的指引是对的。所以你勾结修仙阁和暗族，想要扩张玄天门的实力，让天下人都拜于玄天门的门下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尊者想要人人都依玄天门的道而行，可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？若他们宁可有爱恨别离、受求不得之苦，沉沦在欲望中呢？你想要他们行玄天门的道，他们行得了几时？心中难道不会有怨恨？如今玄天门门人众多，又有几个真的像尊者说的那样，得以超脱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世间再无心魔？我曾认为，魔由心生，是人的影子。阴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我们活在了阳光之下。金乌东升，西落则影长，烈日当空则影短。真正的除魔手段，是创建一个煌煌盛世、海晏河清、人人得以安居长乐之所。心魔，自无寄生之处。可这煌煌盛世，该如何成就，却是万古的难题啊！我所见越多，越觉得眼下人族走错了路。仙盟之下，人族的生活越发安稳富足。然而与之相对，灵族却被驱赶至苦寒之地，或陷于奴役压迫，满怀仇恨。指一方绝对主宰之时，未必是他方安居之所。所以眼下该做的，不是以杀止杀，而是要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共存，和而不同。多谢城主解我之惑。眼下我有3件事情，需要知道答案。城主请讲。第一件事，修仙阁主何在？我不知。第二件事，仙盟各派到达雍血城当夜，我曾遭人袭击，那人身着黑衣，还蒙着面，修为在元婴之上，法相之下，应是修仙阁的人。他是谁？修仙阁主座下有一名最信任的使者，正是元婴之上，不过他的脸庞一直隐藏在蒙面黑金之下。我并不知晓他是谁，恕我帮不上忙。
城主，该讲第3件事情了。第3件事，答案在尊者。先蒙此劫，如今种种，错皆在于我。万死难辞其咎。如今师兄永世，我又身负重罪，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1000年以来地狱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，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1000年以来地狱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。多谢城主。谢城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我能再见见玄心吗？好。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天气寒凉要多穿件衣服，怎么又忘了？师父，你已经决定了。我与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并非被暗族附身，也没有受谁胁迫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所有的罪责也是我该担的。师父曾说我无知，但原来我做不到。师父，玄心不想你死。师父相信你能做到。你天生慧根，心境通透。今日之后，你便是玄天门新任门主。你会助谢城主平息混乱，你会率领玄天门的弟子寻找到一条新的护世之路。答应师父，你会做到。玄心，会做到。世间情理难断，便须有法度。你莫怪谢城主，也不要怨任何人。这世上我最不忍心骗的，就是你这个傻孩子。那晚给你的法印是真的。当日，正气厅中人人皆有心魔，可未必人人都会入魔。能否克制执念和欲望，能否选择正确的路，终究还是看己身。世间事，并非只有一种答案，所以玄心，去走你的路，去找你自己的答案。师父也只能教你到这儿了。师父，回去吧。最后一程，我想自己走了。
此乃九方玉龙阵，可用来警示灵族行踪。此等多事之秋，多谢南庄主鼎力相助。哎，不必言谢，能用上便好。雪尘和穆姑娘最近好吗？一念尊者离世，消息通传各派，城主刚处理完相关事宜。至于穆玄灵，他倒没有什么事，留在吹雪楼休养。只不过闲言碎语多了些，但城主自己不在意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我先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慢走。如此自在的囚徒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了靠山，自然不一样。南庄主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回运秀山庄了？也是，你本不参与仙盟纷扰，来此也只是为了帮谢雪尘。如今三影投云已灭，仙盟内奸已抓，朱塔亦有各派守护，谢雪尘也恢复了全盛实力，你是该回去逍遥了。那你呢？我如今是雍雪城的囚徒，自在归自在，但仙盟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去运秀山庄的提议，真的不考虑了？南庄主，你对我的帮助似乎有些过多了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普通故人冒如此风险？你不是普通的故人。其实当年明月山庄，我曾想带你走的。若那时带走了你，你就不会遇到谢雪尘。也不会遇到桑契，亦不会有1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更不会成为仙盟要诛杀的妖女。穆玄灵，我心有悔。我从未给过你什么，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不必如此。你给过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给你讲个秘密吧，想听吗？我会保密的。其实，我三教被毁，并非暗族所为，是我弟弟。是他勾结了邪修，假装暗族将我掳走的。星野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但你既然做出戕害兄长之事，为父别无选择。我是与人合谋，害得他三教尽毁，废他双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毁了他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吗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！我杀了你！是我让星野这么做的。南虚月三教已毁，已修不了道了。但星野已是金丹，有望法相。你要为了一个废子而毁了山庄仅剩的希望吗？我
我愿一死抵罪。你要杀，别杀了我吧！滚开！我杀你！母亲，他为南星夜顶罪，扛下了所有的罪恶。直到现在，我都忘不了他临死前的样子。母亲，仿佛在说他很满意，他的儿子可以得到所有，而他只是死了，这已经很值了。我本是愤怒的，因为父亲的偏袒与不公，可在那一刻，我就只剩下羡慕。有个人可以那么爱他，甚至可以为了他欣然赴死，而我这一世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，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，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走了。